东北风一下来啊，柠檬鱼就越来越大条，而且越来越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岛彪哥。今天天气晴朗啊，准备出发去外海捕鱼啊。难得的出一次外海，然后现在准备收拾一下，就过去船上那边准备出发了。刚下到船上这边呢，大部分的渔场也都还没有出发，因为不管是近海还是外海，都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出去的。好了，刚刚把机器启动了，然后现在就出发，前往外海。你我皆是过客，尘世间徘徊的水与墨，等绕过这浑浑噩噩，心中依然燃烧着火。你我都会掉落，尘埃里飘荡和交错，等穿过这纷纷扰扰，遥远地方天空辽阔。好了，现在所有的网都放完了，准备把船停泊在这个小岛的旁边，先休息一下。把这个固定船只的船锚给放下去，基本也就是停泊完成了。反正每一次船停泊下也是要冲洗一下甲板先的。然后也就是准备做午餐了，猜一下我们的午餐吃什么？午餐也已经下去煮了，先喝几杯茶吧。休息了一下午啊，天也是渐渐的黑了，准备开始做晚餐了。我们的晚餐是吃粥好呢，还是吃饭好呢？太阳已经是下去了，然后天也是快黑了，准备把机器启动一下吧，然后就出发过去拉网了。希望这一次收获多多，大红帮多多吧。好久也是没有抓到海红帮了，这次能不能来上一条呢？机器也已经是启动了，把这个固定船只的船锚拉上来之后，也就可以出发过去拉网了。今天的网会比前几次外海的网多一些，今天的网要6000米呢。因为要放一个大网啊，所以今天准备的网就比较多了，相对的小网就少了一些。第一个网啊，也是先从小网拉起，大网要最后面才拉。因为大网的渔获比较少啊，所以让它在海里面候多一段时间，看能不能拉多几条渔获。不过天气不够冷啊，所以大货应该也不会有多少啊。好了，现在这一个网也是拉上来了，希望接下来是渔获多多吧。先上来一条小波皮鱼，最近的每一次外海都是这样子，好像最近所有的网第一条渔获也都是这个小波皮鱼啊。第二条渔获依然还是这个小波皮鱼。第一个网是那个离小岛比较近的那一个网，所以基本网下面都是礁石区的位置啊。离小岛大概也就10几20米的距离而已。礁石区也有这个加鲫鱼啊，但是数量就不多了。而且现在加鲫鱼的旺季也是快过去了，基本也是数量比较少了。但是后面能捕到的加鲫鱼基本也会比较大条一些了。小波皮的旺季也是快过去了。不过现在天气还是不够冷啊，所以小波皮还是会经常出来活动的。现在天气有点凉意啊，所以数量也会少一些了。就是不知道鱼排的小波皮涨价了没有，也已经是有2、3次没有去鱼排那边卖鱼了吧。等到差不多回去的时候，打个电话问一下鱼排吧，如果小波皮涨价了，就拿去鱼排那边卖就行。数量少应该也会涨价一些的吧。现在的小波皮肯定也是没有刚开海捕鱼的时候多。而且跟开海捕鱼的时候一比较，肯定是要少很多的。要求不高吧，你就恢复以前的那个价格，65块就行。65块我就直接卖鱼排了，现在先养活起来吧。小石斑来了一条啊，这一种是乌丝斑，这种乌丝斑的肉质还是挺不错的。今天的加鲫鱼倒是来了好几条呢。
加急活着跟挂掉的价格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也就不用两活了。这条50斑感觉还是有点小条啊，把它放回海里面去再养养吧。感觉小剥皮也是肥了一些啊，比刚开海捕鱼的时候要肥一些，个头好像也是大一些了。反正小剥皮不管怎么做都好吃吧，红烧也行，香煎也行，煮汤煮粥都行。但是如果越肥，它的肉质就越好吃，这个是肯定的吧。基本上不管是什么鱼，基本都是越肥越好吃的吧。鱼一肥啊，它的鱼肉油脂就会比较充足一些，吃起来就会比较好吃。鱼的油脂一多，更能体现它这个鱼肉的香味。特别是一些比较大条的鱼货特别明显，而且那一些比较适合吃刺身的鱼货，就是要油脂越多越好。海鲢鱼啊，现在的海鲢已经是旺季的末端啊，肥是挺肥的，但是数量就少很多了。小剥皮鱼啊，一来都是一两条的。还好天气不是那么冷啊，小剥皮还算是比较多的。天气一冷啊，这些小条一些的鱼货就变得比较少了。虽然那些大条的鱼货会增多，但是鱼货的总体数量还是比较少。基本上其实丰收的季节还是在刚开海捕鱼的这一段时间吧，而后面的话就比较偏运气一些。再来一条海鲢鱼啊，这条海鲢鱼看起来是挺肥的，但是就不那么大条了。不过海鲢鱼的价格还行啊，一斤一条还是有50块钱左右。所以其实现在吃海鲢鱼还算是季节的末端，味道还是挺好的呢。你看现在还算是挺肥的。加急虽然数量变少了，但是却是比较大条一些了。太阳也已经是完全下去了，就剩下这一片晚霞，还是挺漂亮的吧。今天就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灯火照鱿鱼的渔船了，好像这些灯火照鱿鱼的渔船已经开始撤了吧。因为鱿鱼的旺季也是差不多快过去了，现在的灯火也是照不到什么鱿鱼了吧。一些虾的话倒是还能照到一些，鱿鱼基本就很少了。这边的网有点乱啊，拉上来了很多贝壳，估计这一个位置就是没有在礁石区的位置才导致的。放不到礁石区啊，经常就会拉上来一些贝壳之类的。没有礁石区的位置，这种加急也就比较多。今天的加急还是比较大条，这也是一条加急啊，这样的规格算是很大了。加急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啊，1条半斤左右属于大条的了，一般也都是2、3两的规格。这一种1条半斤的，其实数量也是比较少的。这小剥皮一般都是1条1两多2两左右啊，一般也都是5、6条1斤左右的规格啊。而且小剥皮刚拉上来的时候会含着一口水啊，撑起来就会重一些。还以为小剥的数量少很多了，但是没想到这一处还是数量还算可以的。我鱼排1斤不能卖到65块钱，我就准备自己拿回去卖了。如果1斤有个65块钱的货，我就直接卖鱼排了，也不用去杀肚子跟剥皮，简单方便。天气一冷了，泥猛鱼的数量就会慢慢的多起来，也开始有点肥了哦。也是因为最近的天气还不够冷了，所以泥猛鱼的鱼群还没有过来。一般也是要等到冬天的时候啊，经常就会遇到这个泥猛鱼的鱼群了，一来都是一大坨的。这一会来的也全是小剥皮鱼啊，其他的鱼货也是比较少的，可能也是跟今天放网的位置有关系吧，毕竟放在小岛的旁边呢。想捕几条石斑鱼，但是也是没有遇到啊。但是希望还是会有的啊，这一个网没有，或许下一个网就来一条海红斑呢，是不是？或许在大网的时候也会有，大网的时候来一条3、4斤的大红斑不就行了吗？有一段时间没有捕到海红斑啊，现在海红斑什么价格我也是不知道了。老虎鱼。这里也是难得的遇到了一条老虎鱼过来呀，在这一些鱼货当中也算是比较值钱的鱼货了，1斤150块钱啊，也是很久不变的价格吧。这一条差不多也是半斤左右吧，还活泼乱跳了，要小心一点哦。毕竟被老虎鱼吃到可不是开玩笑的哦，小则就要痛很久呢，严重一些的话估计要去打点滴才能止痛了。这一个网应该也是差不多接近尾声了，都拉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了。因为天气比较晴朗啊，所以拉网的速度也是比较慢一些。
反正天气这么晴朗啊，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，要把网上面的贝壳啊、石头之类的清理干净，不像前几次有时候网上会遇到一些风浪过来。今天也是这么晴朗啊，东北风以来也是很久没有这么晴朗过了。小石头蟹也是来了一只哦，最近的剥皮真的是长大了一些了，估计现在一条有个2两啊，也就是5条1斤左右的规格了，就是数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。还来了一条西宫鱼哦，也叫做16枚。16枚的价格一直都是挺好的，都是40块钱左右，也是属于价格比较稳定的一种鱼货啊。价格一直也是没有什么起伏，因为一直数量也都不是很多，放排钩的时候应该会多一些的。现在的泥猛鱼也是越来越大条了，这条看起来就是挺大条挺肥的。上一次也是尝试了一下泥猛鱼煮汤啊，其实味道还算是挺不错的。泥猛鱼我还是更喜欢红烧多一些，我们本地喜欢拿去煮酸梅，不过我觉得味道还是偏清淡一些，红烧一下会比较好吃点。这一个网算是普普通通吧，鱼货也不会特别的少，也没有特别多，关键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上来呀。刚说完啊，立马这一个网也就拉完了，就这样子吧。这些小剥皮养活着的，所以要给他们放一下气压才能活着回去。好了，这一个网的视频也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也谢谢大家观看啊，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也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